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又再度请到陈顺金陈协理，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的，大家好，我是批准保德信大中华经理人陈顺金，很高兴今天又来到 Judy 的节目。我们去年呢有对于全球的 GDP 这个地方做一个介绍，那有些投资人听了意犹未尽。今年我们请了陈协理来，然后压轴戏就是在对投资人有兴趣的 GDP 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投资人对于 GDP 这个地方的解读，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好，然后这次投资人所提出来，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像政府在公布 GDP 的时候呢，他要怎么解读？然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他怎么运用到投资上啊？对，我想其实很多投资人来告诉我说，他们看到一些总经数据来看的话，他们比较难直接去跟投资在做联想。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说，怎么去看这些总经数据，然后怎么去帮你在跟投资上直接在做一个应用哦。那大家在做个股的时候都知道去看 EPS 高不高，好不好，对不对？对。其实 GDP 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EPS 的概念，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状况。一样的嘛，我们在看 EPS 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上一个年度比，或跟其他的公司相比。那 GDP 也是一样，你可以跟上一个年度相比，或者是说跟其他的国家相比。不过它就是一个最像企业的 EPS 的概念。这样大家我懂了，就是说GDP 数字一出来，比如说2022年，那我们就可以跟全球一起比，就知道台湾的竞争力在什么样的位置。对对对，特别在国际的资金，他们就会去看这个数字。大家想说外资到底要跑去哪一个市场？其实外资就是在看这样的数字。如果你有在做跨国投资或投资不同的区域来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数字了。所以我们预先预估 GDP 准确的话，就知道资金要流向哪个地方。对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陈协理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好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台湾在过去3年 GDP 的状况。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在109年的时候 GDP 来看的话，是先小幅的下跌，然后就一直上来的。那这边可能大家知道说，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是比较担心的。后来发现好像呢，台湾有部分的公司或企业可以受惠，一路的上了。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最想担心或最想知道是看到去年的 GDP 是出现一个负数是怎么办，或者说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GDP 出现一个负数来看的话呢，就是成长性衰退嘛。对对对对，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到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OK， 那就是刚刚陈协理有提到了，那 GDP 是负成长，就是现在当下。那我们投资人在投资上面对 GDP 是负成长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应对呢？我想各位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就是买到最低点，卖到最高点。所以其实在 GDP 在低点的时候呢，就是你在所谓的买到最低点进场最好的一个时候。大家看到负数其实不用太担心。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家这边可以看到过去台湾 GDP 的状况是不是上上下下？对，没错，有上有下。所以呢，大家要对于台湾经济要有信心，就是说会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走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所以你想要买在最低点的时候来看的话，其实是在 GDP 这边相对比较差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买在最低点。所以大家看到经济数据不需要太过于悲观。应该是说看到经济数据不好的时候，你反而要反过来想，是不是这时候是最悲观的时候，最底部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做投资考量是否要介入的一个时点。对对对，所以你才有机会买到最低点，卖到最高点。对啊，那你卖到最高点就是 GDP 最高的时候。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投资人也有问到，就是说GDP 它的组成呢，就是说应该他说这个家庭它有哪些成员呢？对，我想呢，在 GDP 组成来看的话，我们一般政府公布的 GDP 有5大个组成项目，包括了民间的消费，或者说讲到投资，然后政府的消费，还有出口跟进口。所以呢，大家可以针对这五的项目来看，有没有寻找投资的一个机会哦。像民间消费可能就跟内需是比较有关系的。像出口来看的话，就是跟台湾出口厂商或者是制造业厂商或者是电子厂商是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呢一开始可以看说这几个数字好不好，就可以去找到相对应的产业或联。我了解的，比如说像台积电或其他电子公司
者说我资本支出扩增了或缩减了，就是资本形成这个地方的数字的增减。对 OK， 那像台湾你刚刚讲到的电子公司跟出口是有比较关系的，所以出口的数字来看的话，其实也跟这些电子公司或者是一些出口厂商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接下去呢，我们看一下近年的 GDP 的统计数字，让陈协理详细的解释给我们听。好的，我们就看去年第4季大家看到衰退状况好了，因为我想这是大家跟大家最有关系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去年第4季虽然是衰退状况，但是我们刚看到的几个项目来看的话，其实表现最不好的是在出口这方面，所以呢，跟出口相关的厂商在去年是影响比较大的。OK， 但是在民间消费跟政府消费这边来看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去年的经济来看的话，是呈现一个所谓的内温外热。OK，就是内需状况还不错，外面国际的经济是一个比较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投资的时候，大家可以从这方面去。你如果说想搭一个顺风车来看的话，从内需这边是比较好找到所谓比较表现不错的行业。就像盘面上，今年第1季比较强的，就是像一些内需的，像观光啊或百货这一类的个股，就是内需相关的个股会比较强一点，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做智慧电网啊、节能这一类的概念股，在非电这个地方就会相对比较强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从总经的数字来看的话，就可以帮你寻找投资的方向。那你有这些投资方向之后来看，你就可以比较确定说，我到底要买什么样子的类股。不错，这样听完以后，投资会更定。好，那如果想知道全球的GDP 的话，可以看什么样的资料？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到底2023年在Fed不断的升息之下，那全球的景气展望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可以去找 IMF 的资料就是它每季都会对全球的一个 GDP 做一个预估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全球这边大家整个经济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经济主要经济体的预估，就是说包括它除了台湾来看的话，它其实预估的非常细美国啦、欧盟啦，或者是说新兴市场中国啦、俄罗斯，或者说大家有时候要投资原物料国家巴西啦、拉丁美洲，它都有做预估，所以你们可以看他们资料。那刚刚跟大家讲到一样，说你可以看它因为它每一季都会做预估，你可以看它的差异跟上一次公布的差异性。有时候它会告诉你说，变好了；有时候它会告诉你变差了。还有它会告诉你说整个成长的因素跟风险的因素，所以你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媒体上有提到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其实在最近这一期来看的话，IMF 对于2022年的预估是3.4%，然后呢，今年来看23年是2.9%。大家听到说好像有一点衰退，应该说成长没有像去年这么多，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是它有跟上一季相比来看的话，它跟前一次的预估它是有做小幅的上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它前一次预估比较悲观，这一次预估又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呢，就是在全球的央行在升息的过程来看的话，虽然会使经济往下走，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有些效果了，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差。所以大家在投资上也不用太担心，就说之前可能譬如说过度的悲观，股价有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过度的反应，现在你看到这个数据，你就不用太担心说，其实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差。所以说投资人不要光是看报章媒体，我们就是用 IMF 这个每季的数据这个地方，然后去追踪它、评估、比较，我们就可以心中比较有定数，就对了。对，这时候你就不用太就说你平常的资料中，你就会知道说整个大的总经环境，包括台湾或者是全球，在投资上来看的话，你就会比较有放心，或者说不会无所适从，这样一个无头苍蝇，就是不晓得投资的方向。对，我们非常的谢谢陈协理已经连续4月份跟我们讲了5个礼拜经济的指标。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记得留言在下面告诉陈协理，回馈给他说你讲得非常好，然后欢迎他再来，这样我才请得动这个大牌的陈协理，才能带到我们的现场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专业知识，还有普通我们所看到一些经济数据交给各位投资人。好啦，到了节目的尾声，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